是他自己的。好，我们呀，不行啊，这地方网不行，它这网特别差。是，因为你看这儿，就是它的网速是很差的，特别是这种。是啊，连的是这个，然后挂的是，在那边就可以，速度很快，或者我换个这个试试。但是这个节点已经是快速节点了呀。啊，台湾的。只有香港的快，然后，但是香港的什么 GPT 什么的起不来了，所以我一般很少挂香港的节点，或者我换一个这个，然后这个台湾测，不行，它没有测速呢。啊，有，香港啊，这只有一个这个，OK， 改成这个看看它效果怎么样。对，我们在做突发直播，你看这是在美国的，对，突袭，是的，我又搞突袭了。哎，你看要让我抓住一个有班子没有那个会员的，我一般会给我们的会员发小扳手，他们可以帮我把这个发言不好的人扔掉，然后呢，有些人就不充会员了，我就把他删掉，把他的班子没收了。就是我发现谁充过会员，我就给他发个小班子。对，这个就是叫评论区管理员。对，然后我可以setting 把这个虚拟背景关掉。那对，大家好，我现在在东升大厦五道口，对吧？这个又来参加这个我们叫做疯狂星期四，对啊，这个氛围编程。然后今天现在有1、2、3加上我4个人吧，然后我们来去参加这个活动。后边呢是有卡帕西的这个演讲啊，这边的氛围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三本奥特曼的演讲啊，好吧，这个因为它你看后边它竟然是很虚的，就是它只是让最前的前景是很实，后面都是很虚的。OK， 我们的江面同学啊，大家又看到他。你可以坐在这儿，然后这个对呀，对，我们就是今天其实主要是来测试一下这儿的网络怎么样，但我觉得这儿的网络不是很好啊，这儿的网络不是很好，至少在 YouTube 上开直播的效果一般。一般般，两格啊，这个2格，但是哎，你们看的怎么样啊？大家有看到那个叫什么来着？有看到这个节目的人，你们现在看的卡吗？对，然后我看看啊，这个是再往这边一点。问你用的什么摄像头？摄像头啊，这个是大疆 Action 5 Pro，挺好的。这个昨天我们还有一堆人在讲说这个原创的事情，对吧？这个任何抄袭原创都是不对的，他们很多人在讲。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运动相机的原创是 GoPro， 现在 GoPro 已经快被大疆和影视给挤死了，没有任何新闻了。它的股价现在大概只剩下最高峰时候的可能10%都不到了，快要被玩死了。对，然后我原来还在这个每一期的视频下头挂商品去卖，然后前2天收到了 YouTube 的警告，说你不能再挂商品了，说你这个挂了这么多商品，挂了1年多，一件也没卖掉过，说那个佛系开播，不是，他说你要挂商品呢，必须要这个在节目里头认真的介绍，不能随便把它挂上。后来我说算了，我也懒得介绍，我也不挂了，以后。使用运动相机直播，是的啊，使用运动相机直播。其实我们更高级的运动相机还没上来，这个是1.1/3英寸的，然后我们的 Pocket 3是这个1英寸的啊，那个会比这个更好。但是呢，那个为什么就是我一般出来直播都是用 Action 5不用 Pocket 3呢？
是因为 Action 5是广角，就是它可以离我们不是特别远，就可以把咱俩都拍得很清楚，然后后边还有一些这个后边的背景。如果要是上 Action 让上 Pocket 3的话，可能我们俩就只能挨着很近，然后就没有背景，然后两个人就是2个大头照了，变成。但是呢 ，Action 5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有畸变，因为所有运动相机上都有畸变。那么畸变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肚子很大。我就说了一下。对，这个，你们现在看到肚子很大，不是因为我的肚子真的很大，而是因为相机的畸变啊，把它这个突出了一下。大疆的这个运动相机其实挺好的，我上周末就带着娃去了一下那个京东他们新开的那个大的购物中心，然后去大疆店里面体验了一下，然后我家小朋友3岁就拿着这个 Action 5给我拍照，是特别好玩，他蛮喜欢的。我甚至想着给他整一个，他就可以出去玩，举着一个。太大了。Action 5 Action 5现在最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叫人类礼貌增强器。执法仪。就是把那个挂一环挂在这儿，然后你带着这个东西去任何地方了，你会发现你对面的人一下就讲礼貌了。配一个执法仪更好。执法仪不行，那个算是这个有问题的，就是你算是冒充警察，对。但是你要是 GoPro 那个 Pocket 3给小朋友的话，我感觉他容易能玩个1-2天，容易坏，就摔坏了，因为那个对，那个马达什么的还是挺。你看人家说不卡啊，挺好的。是的。这个我看啊，我看这边写的是什么啊？现在画面质量上来了啊，之前几分钟有马赛克，看来2个格基本上是可以用的，使用运动相机。对，我的相机一般都是运动相机。老美只能做战术运动相机啊，带红外的和这个热成像的那种。这个也不是，其实像这个里头也是有色温传感器什么的。就是这 Action 那个 O 里头，你看它都是银色的，那个就是色温传感器，包括深度传感器都是有的。Web coding 标题拼错了。你写的是 D 写成 D 了。Web coding 我来换一下这个视频，选一个酷一点的。好，我们背景现在放的就是卡帕西的一个分享嘛，在 YC 的一个分享啊，就在我背后。好，我去把这个字改过来了。你这改了之后，立马就换了是吧？对。那范老师，你要 Web coding， 你得把你的 cursor 亮出来。我不 cursor。你现在怎么 Web coding？ 你现在怎么 Web coding？Gemini Client。Gemini Client 啊。就是那个最新出的那个可好使。对，然后蹭了一天，然后被人给剥夺了。是吧？你把它的每天限额60。不是100次吧？还是多少次？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叫 rule code。rule code 呢，中间把那个 Gemini Client 给破解了。然后把那个 Gemini Client 的那个 token 呢挂到这个 VS Code 里去用去了。然后用了一天以后，这个他们就收到了谷歌严厉的指责，说你们太过分了，怎么干这种事情？法务部出动了。就出动了。然后第2天他们就那个赶快出来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是我们自己搞错了。然后我们那个什么，就是他们其实用很多的这种方法去，就是偷各种各样的 token 去用，就是 rule code 这块做的特别好。真的，我觉得这个叫谁呢？字节应该把 rule code 买下来。哪个 rule code？它实际上是 Client 的一个版本就是这个你看啊，它就相当于把它的那个 token 直接用了。对。我们范老师现在把 VS Code 打开了。对。这个就是 rule code， 叫 rule code ROOCODE。然后呢，你看啊，它在设置的时候呢，配置文件里面这个不是放随它啊。现在我们可以把这里这个共享这个屏幕，这个整个屏幕啊，假设是这样的，分享，对，然后呢，对，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屏幕了。好，范老师现在要打开他的，对，然后 VS Code， 我们的 VS Code 里头呢，现在是 rule code 这个插件，对吧？这个插件呢，它呢是允许
我们用比如说哇这么多这个亚马逊 Anthropic， 然后呢，这些都是可以的啊。Cloud Code 它也破解了，它破解了。原来呢是有 Gemini Cloud， 现在不允许了。现在是那个把它删掉了，大概用了1天把它删掉了。然后，你像我现在要用 Google Gemini， 但是呢，千万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里边挂任何需要付费的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因为它特别浪费 token。对，因为我有一次是把它挂到这个 Open Router 上。Open Router， 然后挂的Cloud 3.7 Thinking 的模型，然后大概只回答了2个问题，信用卡炸了，$2-3美金就不见了，对，这很恐怖。对，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 Ollama， 但是 Ollama 呢，因为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模型可以用，比较慢嘛，对，所以呢，有一个最好用的是这个，哪个？叫 VS Code LM API。这个怎么讲？哎。这个东西用的是谁呢？谁家的 ？Copilot。对，用的是他家的。哇塞！就是他把他的所有的模型 token 偷出来使了。就是壳中壳，套壳中壳。然后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呢，他的就是直接用 Copilot 的这个效果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因为它的这个系统提示词啊和整个的 AI Agent 的这个效果没有RuCoder 好，所以呢，它在这边就是。RuCoder 可以直接把你这些东西都掏出来，可以用起来，然后效果巨好。然后你有什么新的模型，你就在这儿选就完了。比如说我现在想去，但是 Cloud 好像3.7是不行，3.5是 OK 的，4.0。然后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想用这个 O3、O4 什么这些东西都，O4 mini 什么都可以用。然后这个就 OK 的，而且呢，它是比如说支持 MCP， 然后支持这个什么，这个各种其他的 MCP 服务器，你都可以自己去配好。配完了以后，你就完成，直接在这里说，请给我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告诉他说全都允许就行了，说哪件事情允许，哪件事情你说全都允许，然后你就看他哗的往前跑就 OK 了。你写项目可爽了，对，可以，效果奇好。这个装一下感受一下。RuCode 是我现在用的最好的，就是它跟 Client 最大的差别就是中文的，是吧？CLINE 是这个英文的嘛，它这个是中文的。功能都是一样吧？功能都是一样，它实际上是 Client 的一个分支。对，挺好的。然后它等于就是偷了人家这个 API 来用，对。Copilot 也没想到它自己会变成一个。因为现在 Copilot 呢，就是免费就可以用，它是免费的量少。对，像我呢是买了1年$100的 Copilot 的套餐，所以我就挂在上头，实际上是无限的可以用下去。对，不用白不用。就是它现在基本上可以差不太多功能。然后呢，这个本身工具是免费的，然后再挂上这个你比如说你买的这种小的套餐的话，就可以用得很爽。难怪。对。所以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对，回来了，我们又溜回来聊，又分享了一下，这就是我现在的这个Web Coding 的最主要的工作方式。虽然 Tree 我现在还没有卸载比如说，范老师又开始了，但是呢，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用了因为前面实在是。被他恶心到了，对，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恶心了，还没有卸载，但是你看我多长时间不升级了，就是当你用一个东西，然后发现到底这个你是不是还在用的时候，就看看你是不是好久没有升级了。你看有新的升级，我现在就没有升。还好，更新不大。这个没有，它都是在这个地方更新嘛，它很慢，这个我们就不跟它费劲了。对。有人没有。好，这个这是我们的Discord 这个可能没人看到过这个你们平时用 Discord 的时候，可能只看到上面这些选项。然后呢，当付费会员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底下的什么付费会员讨论区这个他们会有自己的区，然后比如说我们是 YouTuber，
我们还专门拉了一个 YouTuber 的区啊，大家在里边可以聊天。好，范老师把加 Discord 的二维码亮一亮。Discord 的二维码就是所有的视频下头都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OK， 把这个关掉。所以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还是Gemini Clyde， 这干活去了。把这个稍微慢一点。哇，这个小燕的好慢啊！这里的网络还是不太好，网络不太好。这种时候应该把锅甩给你的科学上网工具服务商。好吧。对，我们现在有30多个人陪着我们啊，非常感谢。这个把它关掉，这个。至今没去用这些编程，用模型。不信啊，这个老美特种兵头上戴的那种相机最贵的，哇，那800刀，那是真贵啊，800、700、5000多嘛，其实也还可以，不算特别，还是主要是军规级的，抗摔。对，但是你像这种我们这种呢，可能没有那么抗摔，但是我相信呢，这个大疆做的这个东西，它最后出来的，美颜效果一定比你那好，对吧？而且这个。就成像效果，什么4K 60帧啊，什么这个一定是最好的。至今没去碰这些编程用的模型啊，编程用模型还是挺好玩的。现在因为整个的成本不高嘛，所以建议大家去试一试，多试试。对，4O 和 Gemini Pro 质量好，是的。4O 现在其实一般，我现在4O 用的很少，我现在编程基本上都是 Gemini Pro。Gemini Pro， 对 ，Sonnet 没用了，3.74。Client Sonnet 现在用的少的，对，因为它总是限制的很严，我那天还做了个小测试，是这样的，你看啊，算了，咱不跟他费劲了，他到现在也没验证成功。对 ，Gemini 好像有点问题，这个不跟他费劲了，给看一个好玩的啊，这个没有投屏。OK， 这个没问题。这样啊。好的。给你看个有趣的，这里。R， 哎呀，范老师果然是 Ruby 遗老啊。对，这个是我当时用Gemini Client 做的一个程序。干嘛的呢？我们来看看。Kate。这个程序是干嘛的呢？他干的活很简单，给他一个照片，给他一幅图片，给他一个5秒钟的 MP4，然后帮你合成一个 iPhone 的 Live Photo。Live Photo 你就可以把它分享到小红书啊、朋友圈啊，然后你的照片就可以动起来了。它是先让照片动起来啊，对，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一个。不是，先把一个 MP4，然后跟一个照片合在一起。就是 iPhone 的 Live Photo 实际上就是一个照片跟一个 MP4。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在朋友圈和小红书上 Live Photo 的传播效果要比视频的传播效果好。对，因为呢，你如果做视频的话，你必须要把小红书上把它剪成一个。然后你 Live Photo 的话就可以上传一大堆。然后每一个都可以动。然后为什么当时给大家做这个呢？就是我发现这个 Midjourney Video 做出来这种5秒视频呢，就适合干这个。就是他做的其实这个终于弹出来了，这是那个什么去验证去了，不管它了。对，他就很适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要是把这个，比如说给他一个 PNG， 这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给他一个 MP4。然后当我把这2个文件名输进去以后呢，它就给我生成 PVT， 然后给我生成一个 GIF。然后呢，你有些地方，比如说我就有 GIF 动图了，就可以传出去用，也是没毛病的。没毛病。对，看看效果。效果就不要在这儿演示了，反正它基本上就是1句话、2句话，
就用 Gemini Client 完全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对，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你直接在 Gemini Client 上面说把1.png 和1.mp4，没有，我的命令好像是这样的，我说请给我写一个程序，然后呢，我每一次呢，这个给你一个 PNG 的图片，给你一个5秒钟的 MP4 的文件，给我生成 Live Photo，然后夸夸夸它就生成去了，生成完了以后呢，再加上一个 CH-mode 加 X， 然后就可以跑，大概就是这样。可以发小红书了，可以发小红书了，然后你的传播效果一下就增强了。小红书原来你要把一大堆视频剪在一起嘛，这个就不用了，就直接把这东西都搞定。因为你要知道，像那个你现在用的那个，叫做 DJI Mimo 那个程序，它也有这功能，就是它可以把大疆的 Action 和 Pocket 拍的视频转成 Live Photo。对，就是让你去转这个，因为你现在发现小红书上发的这种 Live Photo 越来越多了。对，那个东西并不是用手机拍的，而是用这玩意儿拍的。拍完了转，用那个叫做DJI Mimo 转的。对，我看那个美图秀秀他们也可以，对，甚至都可以修 Live Photo。好 ，Live Photo 这个还是挺棒的啊。这节目来看，这是循环了。对啊，这个算了，我们把它擦掉吧。这个把它擦掉，实在是不行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稍微贡献一点点我的这个氛围编程啊，这个，那肯定啊，热成像相机没有美颜可靠，对，这个是这样的，和无料啊，这个我对模型没有知识基础，猫猫带的才花100多啊，这个，模型这个可以玩嘛，这个我看。油管账号出来了，是的，油管账号出来了，因为前几天他换了，就是换成都变成@那个油管用户名了。昨天好像直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StreamYard 把这个功能给修好了。对。所以下周4呢，应该是下午2点到4点，我们做线下聚会，但是不是在这儿啊？这儿是东升大厦，我们应该是在东升科技园，在西三旗那边。对，然后呢，这个应该也会有直播，所以就是如果谁说，哎，我不愿意出镜啊，那么就请这个戴上面罩，戴个口罩，哈哈，对，是这样的，戴一个奥特曼的，那奥特曼就不太合适了啊，准备一些给大家发呀，是这样的，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像我们一般直播是这样，就咱俩比如说闲聊。大概能有个8、90人或者7、80、5、60人吧，在那儿来回看着。然后呢，如果是这边有问题，我就不停的回答问题的话，这可以达到100、200。如果是个大美女，比如像那个那叫什么陈一发什么这样的人的话，就可以有8、900。啊，你还请过陈一发呀？我没请过，就是人家在那儿也是唱歌跳舞嘛，然后就可以有很多。对啊。老范直播周啊，没有，就有的时候就会开一会儿。然后这个首先要跟大家道歉啊，明天的节目还没准备，所以明天大概率停更啊，要割了。对，我今天早上还播了一场，我今天早上在播这个华为的那个什么给欧弟做主动管理，他们又发明了个新词儿，主动管理就是说我发现你好像不是特别好，我就主动管理你，让你离职，太可怕了，为了干掉老程序员。但他们又干了这么一个有趣的事情吧。范老师也可以唱歌跳舞的呀。这个我唱歌跳舞会，这个不行啊！现在快午饭时间了，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胃口，我就不干这种事儿了，好吧？所以我今天就是来闲聊一下，预热一下我们下周2的北京见面会。对，然后。北京见面会是我们第1场啊，这个就是也是各种磨合一下。如果北京见面会做得好的话，就这个遍地开花，全国跑，四处跑一跑。如果全国跑的还可以的话，就准备出去跑，去清迈了，清迈或者是东京，对，就可以啊。对，但是这个我就一直很困扰，说我在各个地方到底有多少关注。你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所在地区发一发。对，我们可以去慢慢统计一下啊。然后，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志愿者，然后一直来帮我们做各种活动统计和这个活动组织，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太懒了一点啊，这个来美国，你在纽约那边这个事儿，我去了不知道能有多少，这可能是在纽约，或者反正在东海啊。明年顺道来看世界杯，我就不是球迷，我看世界杯干嘛呀？这个。不用明年，我今年肯定就会去。还有半年呢，现在才7月初了。超级粉丝，师弟，我们也欢迎啊，这个随时偶遇，对吧？我到现在为止大概被观众偶遇过，可能不到10次，是吧？在北京？不，在全世界。全世界。有一次在东京机场，然后回北京的路上。然后突然被人摁住说那个老范，我说是我，对。然后在上海大街上有一次被人抓住，对这个，但并不是很多了，毕竟还不是这种大网红嘛。这个来你那儿啊，你在台湾啊，我申请不了啊，自由行啊，现在不允许了，现在不允许。就整个那个，这个好像疫情以后就再没恢复过。我在疫情之前，就是2019年的时候年底嘛，我还申请了2020年去台的，就入台证我都申请完了，然后疫情就开始了，就没去，然后在那以后就再也没开放过。哇，对，到目前为止还是没开放。在台湾朋友来大陆这边，就台湾你可以到这边来是可以的，但是我你来参加我们北京场的见面会啊。对，我是一直想去，但是一直也。没有机会。对，然后带上你们退伍证，然后坐地铁可以免票。退伍证这个好火，好吧？知道吧？我不知道，就是港澳台的这个有相关的退伍军人就可以那个有走一个优先通道啊，或者是免票啊之类的。好吧，有这个福利的。这个太诛心了，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讲到说一个国家的人，这个就是军人吧，奋斗到最后一刻，就是当发生战争奋斗到最后一刻的这个理由是什么？通常也不是说我爱这个国家、爱这个人民，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我希望有人可以给我发退休金。很不错。什么样的情况就没有人给你发退休金了呢？就是国家倒台了，那确实，然后就没有人给你发退休金了。那么中国现在说，台湾人你来了，我们跟这个退伍军人我给你免票，那意思就是我们就算是捅了，我们还承认你，我们接着给你发退休金，那不用奋斗到底。对，所以这个招挺黑的。这个讲的是可以都去硅谷啊，没问题。那我要去的话，我就在硅谷这边，比如开一场，然后呢，大家欢迎来玩啊。这个，对，现在我们在东升啊，东升大厦在五道口1楼，这个群楼1楼。如果是你在附近工作，可以来抓一下我们。泛云社全球巡演啊，人家是德云社，我们也不至于叫泛云社吧？我们看科技哈，跟他们不是一个赛道的。这是 B 站化了啊，这跟 B 站没什么关系。对，如果陈瑞有空，可以找陈瑞去 B 站一把去。像陈瑞、李妮，这原来都是我们同事啊。然后给瑞总点一杯奶茶喝啊，对。看球就是凑热闹，好吧？你也不是球迷啊，没关系。国际装啊，这个没关系，只能分享吃药心得啊。这个其实没有了，你像我们这个咖啡心得，他们家的拿铁也还可以吧，也不错。对，台湾现在要取得国台办批啊，非常麻烦啊，也挺麻烦的呀。不是我不是国台办批，就还是要台湾那边要认啊，就是我是当时去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去过大概3、4次台湾吧，就第一次见到什么叫令旨签这种东西。什么叫令旨签？就是你正常呢是我们都是有护照，对，然后在上贴一张这个签证，正常是这么干的。比如说我们去美国呀、去日本啊、去泰国啊，都是这样。对。但是呢，去台湾和去越南的叫令旨签，就是呢，他给你的这个签证呢是不允许你贴在这个护照上的，单独一张纸啊，单独一张纸，这个叫另外一张纸嘛，叫令旨签。只有朝鲜是这样的吧？不，
就是越南也是这样，就是咱们去越南就是令旨签。然后呢，去台湾呢是这样，就是，我们是不可以用护照去台湾的。我们去台湾呢是需要申请那个叫入台证，那个颜色是我们叫藕荷色吧，就那个颜色。然后呢，就是你从中国办出境，说我要去台湾，你就必须要有那个本儿，这是中国大陆政府发的。然后到台湾呢是有一张纸，一张 A4 的纸，叫入台证。然后呢，这个纸呢是不可以去贴在那个，就是台湾那张纸上啊，台湾那本上的。台湾就是我们去台湾不允许用护照，因为你一旦用护照的话，相当于承认它是个国家了嘛。对，所以他专门给你发了一个叫入台证似的，就跟原来那港澳通行证似的。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台湾政府发的那张纸放在这里头呢，也不行，就相当于是台湾已经接受大陆管理了，这个事儿也不行。所以必须是有一张单独的纸，就是我们进台湾，在大陆出去的时候要有一个本儿，不是护照，是单独的本儿。然后呢，进台湾呢要用台湾政府发的一张纸，然后这两个东西不可以放在一起。哎呦，真麻烦。然后越南呢是，因为咱们的9端线，越南政府不承认，所以呢，他不允许把他的签证贴在我们的护照上，因为我们的护照上是有9端线的。所以一旦贴上去以后呢，相当于是他承认了我们的9端线，所以他也是给我们一张大纸，叫令旨签。就是我们出中国国境的时候是用中国护照的，我们承认越南是个国家，你可以用护照出境了。对。但是呢，在越南入境的时候要用他这张纸，然后你要是把这个，我们的护照给他，然后他在上盖了个章，就相当于他承认了我们的9端线，大概是这样的。对，这么麻烦。对。这个，它是这样，是台湾现在是允许长期在海外定居的人进台湾，就是你比如说我是大陆的，但是呢，我比如说我有日本的这种长期签证，或者是其他国家这种长期签证，它可以申请。但是你说我在大陆的，我没有其他地方长期签证，它是不允许个人申请的。到目前为止还不行。这个有人爆料啊，这个 Superintelligence 这个议题你可以讲一讲哦，下一次招了2000。什么？有人爆料被什么？就 Meta SIL 招了2000万，4年签10万啊！这个其实前面讲过一些啊，这个就是挖人这种事情，因为我原来干这种事干特别多，就是战略投资经常干这种黑手套的事情或者白手套的事情。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不要太相信这种东西啊，这个就是你就当是一个笑话就好了。PR，对，陈瑞忙着反腐呢，其实，怎么说呢？我记得原来有一个人讲说，币圈什么时候出事呢？币价往下跌的时候就出事，对吧？因为只要币价往上涨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矛盾就可以掩藏掉。然后呢，反腐也是这样，就是当你业务不行了，就会反腐。对吧？那个 B 站现在反腐呢，也是它的业务有一些不太赚，就要赶快反腐。对，他前2天是把一个做这个游戏合作的一个哥们儿给摁住了。对，其实陈瑞自己呢，怎么说呢？咱们在这不能讲人坏话吧？咱们这部分回头再讲吧。这部分这个付费内容，大家可以关注订阅一下。回头可以到那儿去八卦去了啊。就是这个，他其实他自己不太擅长干这个事儿。对，在五道口又长知识了啊！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啊。这个不能乱讲。他们一说讲长知识，我就比较紧张。这个以色列也是令旨签啊，以色列还挺人性化的啊。这个因为你护照上的以色列的签证与入境章啊，这个是这样的，以色列是有可能这样，因为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就是拿着有巴基斯坦入境章的人去做去做印度签证签不过去啊，这个是有的。这个国家当然，这个是确实如此。会员频道专用啊，这个但是这种太八卦的东西，我觉得会员频道可能也不太合适，以后线下讲。对，这个就是不能直播的时候我们讲，下周有可能吧。有人想起来，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讲啊。这个因为线下呢，就是肯定互动会更多一些。就是你们我会在下周的时候呢，我应该会礼拜5的话，或者礼拜6呢，我会出一个问卷。然后呢，问卷的内容呢大概是这样的啊，这个是
我给大家看我给大家念一下，填个表，大概是这样的：基础信息、姓名、性别、年龄、YouTube 用户名，然后微信、电话，这个是否是付费会员，可能会问一些基础信息，然后呢会问职业、公司和职位啊，保密也可以。兴趣啊，对于老范讲故事的这个哪些内容比较感兴趣？因为我的内容也比较杂嘛，然后以及呢，希望在会面的时候，这个问哪些问题啊？每个人可以提3个问题，然后呢，我收集这些问题以后呢，会对问题进行排序，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我也有兴趣讲的话，就会在当天去做分享，然后可不可以真人出镜啊？你也要去确认，如果不可以的话，你们要选择不来，或者是戴口罩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应该会在周末或者是可能是周五或者周六吧，我会把这个问卷拉出来。这个跟你没关系了，这个太八卦的也确实，这个不是特别合适，在会员频道里讲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讲这种特别八卦的事情呢。也是从自己的角度上去讲，对吧？他不一定说真的是，这个就是事实啊。这个，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说我讲的东西一定是对的，只是从我的角度上说，我看到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容易被 PR 给盯上。不，它这个东西这样，就是当你放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你就没法懂了，就变成事件了，就是很多东西为什么它会翻车？就是它的传播范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被过多解读了。对，它就会被过多解读。对，这个东升乡啊，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这地儿吧。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乡政府，东升乡政府，这个就是海淀区五道口这个地方原来就属于东升乡。对，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哟，在这儿了。因为我从小在清华附小上的小学。哦，难怪了。对，所以就在这旁边嘛。对，就在这儿长大的，然后。再小其实不在这儿啊，我再小是在天津，对，我是76年地震的时候，然后来的北京，就开始在这一带出没，熊出没，对，难怪你这么能唠了，对，然后这个，对，天津人一般都比较能唠，这个后来到这个北京了以后呢，在这一带生活了，可能是6年，大概生活了接近10年吧。哇，整个青春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初中呢就去石景山了。石景山。在首钢附近上的初中，然后在月坛附近上的高中。然后呢，我上大学也是在北京。然后我们那大学那个地方原来应该是李莲英故居，在大太监的故居里头上的大学。中关村吗？这是？不，李莲英故居在那个景山后街上。啊，景山后街。哇塞。对，在那边上的大学。然后那个服侍老佛爷，对，所以李莲英故居在那儿上。你这真的是1环内了。2环内。对，然后这个，就是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吧，比如说，在当年这个什么的时候，我们是，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看到过什么？看到过什么？比如89年看到过什么啊？这不能乱讲，这不能乱讲啊，这不能乱讲啊！这个四中没去过，我们都是这个四中是北京的一个传奇啊，这个，怎么说？没上过啊，但是我原来有一个手下，就是你离开了以后招的。在猎豹，然后呢，他呢就是四中的，就是呢，他上来以后，他不会告诉你说我是哪个大学的，他会说我是四中的，对，你想一想四中啊，北京四中还是北京四中的啊，北京四中的，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很骄傲啊，大学觉得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嘛，你包括现在很多在大学里头，就是如果是人大附的，他们会继续在大学里头穿人大附的这个校服，对，在里边蹦来蹦去的，对，那就是没混好。大学这个翻车了呗，也就是这样。对啊，这个就是四中现在应该已经没有那么传奇，现在人大附是最传奇的啊。它为什么传奇了四中？四中因为原来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算是北京最牛的重点中学。是老师牛还是学生牛？学生牛，就是他最后考清北的特别多嘛。就是北京高考其实上清北的没有那么高比例，就是所有直辖市里头，北京是最吃亏的。因为北京的这些就是这种大学校呢，都是级别很高，国家属的，它不太听北京市的。它不像天津的高校或者上海的高校，就是呢，这个上海市跟天津市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强一些。比如清华北大，对吧？清华北大本身是这种副省级的，所以它跟这个北京市根本不屌你。
你拿它没办法的。哦，难怪。对，所以就是说，你说我现在就想上985，本市最高985的话，可能上海跟天津的会更强一些，就更容易一些。啊，更容易。北京的那个上这个清北的比例，其实就是比如说上海上这个复交的比例，比这个天津上天大和南开的比例要低。难怪。对。所以打破了之前传言的那些北京。不，这个最好考的其实是西藏。去西藏，那确实啊，那确实。你只要小孩去高考的时候没有这个高反就没事儿。因为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是清华的，他说他在上清华的时候，有西藏来的这个这个同学，高考的时候对，内地过去的，高考的时候英语全填 A 都能考上清华。哇，太强了，太强了。对。小学、初中暴露含照量了啊！这个不用，没有，小学就是清华附小嘛。初中这个，反正都是怎么说呢？在北京的孩子是这样，就是你必须要跟着户口走。我之所以能跑到清华附小来上学，就是因为我爹当时是清华的老师，然后后来离开这边呢，是因为我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呢，后来清华是不愿意给这些人发北京户口，然后我就需要去。这个石景山区有一个愿意给我爹这样人发户口的人上那儿去上初中。在原来我还专门很早的时候录过一条视频，就是纪念我父亲。我父亲后来是癌症离世了嘛，然后专门录了一条，就跟大家讲说我是怎么去走的这个历程。其实我好多东西都是公开的，就是都在视频里都有。对，这也是为什么叫范老师，是因为范老师是书香门第啊。对，书香门叫教师世家，书香门第。对。我是看到 Web Code 这个标题才进来的啊。对，是这个我们前面讲了一点 Web Code 这个对，Gemini Class 在这儿这个在这儿这个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啊。吃了没？还没有呢啊，这个待会儿就去吃。至少也是北京下3期啊，这个不是了。北京呢？北京是这样的，就是北京有你像这个地方呢是八旗子弟的下3期吗？不是，这个地方呢叫五道口。五道口呢，原来再往西一点呢，那个地方叫蓝溪营，现在这个地名已经没了。蓝溪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个地方是满洲蓝旗待的那个营房，叫蓝溪营。耳熟哎。对，就10号线，就这条线。对，在旁边有一点叫蓝溪营。对，因为原来呢，满族人统治这个中国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担心，因为他人口少嘛，所以呢，他们在很多地方呢会修这种叫满城和满营。这个他呢说，哎，我一进来，万一被你同化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让满族人啊都在满城里生活，不要出来。然后呢，满族是有这个很严格的这个婚姻限制的，就是满族人呢是可以去娶这个汉族女的，但是呢，汉族女呢是不能成为大房的，就是你不可以继承这个家产，就是只有嫡长子才可以继承家产嘛。明白。然后呢，满族的女性是不可以嫁给汉人。是这样，就是他是这样规定的，对，而且呢，满族女性是不可以裹脚的，就只有汉族女性才裹脚，对吧？所以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证说，他在统治中原大地的这个200-300年之间的满族并没有被同化掉。原来如此。对，然后呢，满营呢，就是也是专门的在各个城市里头会有地方去驻留，所以当时这个太平天国打下好多地方呢，就是会。叫屠杀满城，就是我把这个满城全给杀干净。对，所以他就是这种少数族裔去统治多数族裔的时候呢，都是就是会有遇到很多问题。对，这是为什么北京好多地方都带营，就是这个原因。对，不是，他就是有旗。后来呢，还有这种叫就是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就是满族自己是分8个旗，然后呢。他就按照这种方式去给蒙古人也编了8旗，给这个汉族人也编了8旗，对吧？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像北京其实还好，Cloud Code 是最强的啊 ，AMP 第2。AMP 是什么东西啊？不接受其他反驳。AMP Gemini 不是 AMP。Answeromic。Answer 那应该说这个。跟华电似的啊，老教育区在保定，
但是学校不在河北省。这个，哎，现在各个学校都要想办法往那个叫雄安搬啊，这个大家也是很痛苦。哎，真的搬了吗？我看好多。现在好多在搬，现在要求要搬。这么强势，我以为他们在磨洋工呢。那是在磨，都在磨，但是还是要搬啊，还是走不了。北京的清北录取率至少是河南的10几倍，太难了。不，河南这个你就不要比了嘛，对吧？河南呢，其实最主要的是他自己没什么好大学，就是清河4省都没什么好大学，所以他就导致这个就没办法，他自己谁让他自己不修呢，对吧？你像深圳上来以后，我先修深圳大学，然后呢，跟所有的这种好大学说，我给你地，我给你钱，然后你让我来开分校，开分校，对吧？哈工大深圳分校的校长，我还去见过一次，他是徐明的导师，因为当时在猎豹移动嘛，他是CTO 叫徐明，他就是哈工大的硕士啊，哈工大的本科和硕士，难怪。然后呢，当时我在猎豹负责这个投资部，投资总监吧，我是投资总监，然后说，你去那儿看看我导师有什么项目，去投一个，然后我就跑去了，他就是那边的校长，他是校长还是系主任我忘了，反正是在那边管一摊事儿。就很大一块地方，不缺钱，给钱给地儿。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再跟大家讲个小八卦吧。今天反正你们有50多个人能够听到这个呢，就该着了啊，其他人听不着拉倒了。这个所有突然直播的时候都会讲八卦。这个就是公司去给学校赞助或者是投资呢，其实是很痛苦的。为什么呢？校企合作。因为呢，学校其实本身是不缺钱的，就是学校的大钱是从国家来的。或者从政府来，他是甲方，也不是，就是就政府会愿意给他们很多钱，而且呢，这个大学，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副教授或者是这种副研究员，你可能还要做项目，你真到了这种正教授、博导、什么正研究员这些呢，他们其实只有一个事情要干，就是四处要钱，就是你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就是你要回多少钱来，对，然后那个你如果要不回钱来，你就不行。就这样的，然后他们要回来的钱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国家有那么多科研资金，都被他们要来要去了，而且这些人要了钱以后呢，其实也不干什么正经事儿，就是开始就扯淡研究，就是扯淡研究，我告诉你，而且那个什么，他们其实做了大量的这种就是刷出论文但是没法用的项目，对这个，而且呢，这个校企合作就是企业去了以后真正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给的钱呢，审计是很严的。你可以拿它买设备，可以拿它去引进一些国外的这种技术，但是呢，你不能吃，不能玩，不能发啊。所以呢，我们以前去跟北大、清华呀、哈工大呀，我都去谈过。谈这种校企合作呢，就是这么谈。说你好啊，这个你看看你们有什么项目啊，我们去把它转换成生产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愿意给一点钱，但是我们给的少，像我们一般，比如说给个几百万。然后呢，国家经常是几千万、几亿的给。对。然后呢，这个人家给的钱呢，你去买设备、买什么这些东西，我们给的钱呢，你可以发，你可以吃饭，你可以出去玩，这个都没问题，随便花啊，你也不叫随便，我们也得审核。对，上市公司也不是随便可以花的，但是呢，这个就各取所需了嘛。然后最后我们这个把这些东西转换成生产力了以后呢，对于他来说呢，也算是完成一个指标。要不然你等于写堆论文，你没有完成任何指标的话，它也很麻烦。你得落地它得落地。所以呢，最后是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但是呢，最终呢，通常是没有任何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从他们研究的各种东西到最终落地呢，其实差得非常非常远。对，基本上是没法直接使的。而且学校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干活的人呢，就是做公司的人都特别着急。经常是按季度来考核，他们都是他妈按多少年考核一次，对，所以这个事儿就最后通常是不了了之了啊。所以呢，最终呢，这个公司跟学校之间的这种合作呢，还是会做，但是呢，做的目的就是招人。对，只有一上来以后说，哎，您看您这儿有这个学生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这个优先。把人发 offer 发回来啊，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才是最高效的。这个其他的，其实你真的拿他的这种事情拿回来去，这个转换生产力，就是扯淡的事情，敲门砖的。对，因为以前我最早的时候在清华同方还工作过一段时间，大概是在97年到这个2001年吧，就是也在这附近，在后边一个楼，那个楼呢叫华业大厦。
就是清华产业大厦，实际上就这个名字叫华业大厦。这个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呢特别逗，就是华业大厦底下也有一个咖啡厅。然后你要想听人吹牛逼，你就在那个咖啡厅里坐着会儿。全是投资人不是，那个时候哪是投资人？90几年哪是投资人啊？一帮人就说，哎，清华哪个大教授有什么事儿啊？我们看看时候把他拎出来骗点钱，就干这种事儿，太直接了啊！对啊，或者说，哎，我们最近那个哪个部委有一些什么项目啊，有钱要花，然后就赶快问，哎，咱们这儿哪个系哪个老师干的项目跟这事儿贴点边啊？这个事儿哈贴点边，来赶快把这老师请出来，在这儿喝个咖啡。你看90几年嘛。喝咖啡还是个很高级的事情，对吧？赶快喝一杯咖啡，当时一杯咖啡大概也要10几20块钱，像90几年的10几20块钱，很贵的啊，很贵。然后呢，说咱们赶快请回来喝个咖啡，然后咱们凑一凑，凑完了以后，去交一份报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部委的钱骗出来，对吧？当时我们就每天坐在下边就听大家吹这种牛逼，然后，但是呢，也确实有好多钱是这么被骗走的，对，心动离我们还比较远。毕竟书香门第，干不起这，丢不起人啊，丢不起别人。回去来看交代。加州，我是原本要看直播回放的，结果赶上了。对啊，是这样的。加州赶上直播不容易，是的啊，加州确实不容易。现在加州是几点啊？我一般晚上的直播呢，他们加州都是早上5点，人赶不上。我看看现在加州。然后这个我是说的就是八旗子弟的下午期啊，是这样的。像我是汉人啊，这个咱们不蹭这个东西。上3旗是镶黄、正黄、正白啊，是这样。这个懂行的哈，有懂行的，对。下午旗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这件事了啊。华电最早是北京电力学院啊，评论区已经聊起来了，这没问题。但是呢，只要是从北京把地方搬走这件事呢，就所有学校都很小心。对，再跟大家讲一八卦。回不来了，不是回不来了，就是当时呢，北京有俩学校，一个呢叫北京科技大学，还有一个呢是农业大学还是什么的，我忘了叫，反正俩学校。地质大学？不是地质大学，好像是农业一个什么学校，我忘了是叫什么了。搬走了。然后呢，就要求搬走啊。北京科技大学呢，就是说你搬合肥去吧。这个就中国科技大学啊，不叫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搬过去搬合肥。现在合肥还是大头嘛。然后包括后来的什么中科院大学都是后来新建。然后呢，那个农业大学也是让他们搬走。然后呢，最后他们说我们一定要留一块地儿，就留了一小块地儿啊。然后呢，说那你们那个自己，因为也没给他们分吧，说你们这个谁占多少你们自己分吧，那个我们也不管了。然后俩学校就开始那个什么，有一个学校我忘了哪个学校了，就是开始盖楼。然后另外一个学校拼命盖平房，然后就把地儿全占。然后呢，占完了以后呢，后来就发现说你现在占了的这地儿就永远是你的。然后以后你这个学校还要搬回来，所以后来呢，中科大在北京最后还留了一块地方。然后呢，现在中科大的研究生什么是在北京的，本科就在那边，在合肥了。在合肥了，对。所以呢，现在让这些学校搬雄安呢，他们也得干这个事儿，就是想办法在北京把根留住。对，搞分校分部。氛围编程这个地点。这个技术专家，这个其实氛围编程这事儿跟技术专家没什么太大关系，更多的人其实是跑这儿来是做创业的。创业。虚拟背景，好多人这么问，真的，这后面是真的。一个相机就是这样，太好了，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对。真是背景。怎么还放大？正宗老北京程序员啊，这个还不算，像我呢是。生在天津，4岁以后来北京，还不能算正宗老北京程序员。但是我现在说话的北京口音已经很重了。之前说大公司总部扎根北京的原因是许多，这个盖章签字要专门派人在北京部委。如果搬到雄安，这个目前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北京还有那么多驻京办嘛，对吧？你这个。好像也都腾推的，我看。不，驻京办没法腾推，你最后还是要县市里面县的是可以，但是省的都在。对啊，北京驻京办是一个餐厅，对，你说我要吃正宗川菜，你就到四川驻京办，对吧？你要说川菜不是去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排队排了老多队。这最正宗的就是驻京办。对，因为驻京办他们为什么川菜做的那么好呢？就是你有时候需要请部委的人来吃饭。然后你出去吃呢，
你又容易被人逮着。哦，对，你说哎，我们在驻京办吃啊，这个就好像是相当于吃食堂了似的，管不着。哎，你管不着。然后呢，小门一关啊，我愿意上点什么珍贵的食材什么的，你也不知道。然后做的还特别正宗，因为这个你各部委里的人，你各种老乡也都有嘛。哎，咱吃个家乡的味道啊什么的。所以北京有好多这样的驻京办，是有原因的。然后而且北京这些驻京办呢，最后还都变成了房地产项目。因为北京有四川大厦。有湖北大厦、湖南大厦，它最后等于是我有一块地儿，然后我在这个地方盖一楼，然后呢，就实际上就是要驻京办。你看你在北京能这块地盖个楼，这玩意儿，多牛逼的事儿！厉害了。对，就爱听瓜，就爱听瓜，对，爱讲，没事，我们不停的来讲。这个就是像我这儿呢，就是这个临时直播呢，就会各种挂，我这挂没有准备，没有脚本，想聊啥聊啥。国内的经费水论文啊，这个太正常了。哪都是，国外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吧，但是国内确实是干了一大堆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就是后来，反正因为当时在清华同方，包括后来在盛大跟学校合作了很多呢，这个学校教授在我这彻底缺位了，就是这帮人每天他妈也不干正经事儿。北京、上海的好大学都是全国财政给的钱啊，这个你说错了。北京呢确实是全国财政，上海呢其实上海给的多，没有转移支付，上海给的要多了。北京像清华北大这个事儿肯定是全国给的钱，对，就是全国就是从教育部往下给的钱，对吧？这个清华北大拿大头，因为教育部部长跟他妈清华北大校长他妈一个级别，清华北大可能正部的，难怪，所以他这个，而且清华北大好多钱就是直接就发下来了，根本就没过教育部，是吧？所以这个你像那个。什么复交啊，什么这种东西，它还是要过教育部才能拿到钱的。都是横向的吧？这个横向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不研究了啊。川黄觉得这套游戏浪费太多了啊。这个，哎，川黄的事情咱就不研究了。这两天大美丽法案也该过了。美国的高校的转换生产力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这波看经费影响是很大的啊。这个美国高校的还行吧，因为我是去过UC Berkeley 的孵化中心的，当然 UC Berkeley 那个校区，妈的甭提多寒酸了，就跟那个湾区的西北边是吧？对，就是跟那个什么似的，跟那个旧金山downtown似的，他们里头破旧旧的，挺暖，那里面晚上不敢出去，乱倒不至，反正挺破的。然后呢，一帮人在那个孵化器里头去做各种新的项目。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吧，你如果想做点什么科技创新的项目，离开中美两国的话是做不出来的。确实，就是你要做硬件，你没有华强北，你怎么做硬件？做不出来。对啊，你说我现在想做点什么东西，我就想在美国关起门来把它做出来。你最后你总要生产，对吧？你不行的话，你是搞不定这件事儿了。对，华强北挺强的，那个硬件工作室，对啊，啥都不用管，他就给你，他就确实给你搞定了，对啊，全搞定了。所以你在美国，你只管是把这个 idea 搞清楚，然后把底层算法搞明白，对吧？然后剩下的就是华强北就给你搞定了。对，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快速创新的方式。对。好，加拿大的高校啊，又是一个玩法了吗？实验室负责人拉来资金，可以公司化运作。理论上来说。发工资吃喝玩乐都行，但是，毕竟是专业人士，很少拿钱出来乱花，他也是要审计的。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就是它是有这个校园基金。你比如中国这些大的这个基金，什么北极光啊、红杉啊，什么这些，他们里头一大 LP 就是美国的各个学校基金。是校友捐的钱是吧？不是校友捐的钱，有校友捐的钱，但是呢，它是学校体运作的。就是红杉就是因为我原来认识北极光的人比较熟嘛，他们北极光有一个很重要的 LP， 就是像美国的什么斯坦福啊，什么 MIT 啊，就是他们给的钱。然后这些给完钱以后呢，他们就会定期的回去斯坦福 MIT 去投项目。然后呢，因为斯坦福 MIT 的项目他们也很喜欢，就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很好，很厉害嘛。这个确实是去这么运作的。然后他们自己呢，校友也有钱。确实，这个他们校内也有一些校内基金，而且他们有很多基金就是那种，就是他们是作为 LP 就直接孵化这些项目去做。这个是它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了。
对吧？这个是这样的，对。然后加拿大这边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因为美国呢肯定是大家的样板，就是中国其实现在想学它，但是学不来，对，因为中国的学校呢后来，必须要先讲政治啊，这个后边就没法讲了。两广，南蛮之地两广啊，这个没怎么听过八旗，两广其实也有。这个只是少一点，驻京办好啊，这个好吃，对，驻京办确实好吃。美食地图就看驻京办，对，旁边小哥捧哏捧的不错，发工资，发工资。校园基金教授，是从实验室拉来的，这个其实不是，校园基金好多是校董会的，就是很多人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潘石屹对吧？就跑去盖楼捐钱啊，这种呢就属于给的多的，但是还有很多呢给的没有那么多，就会少给一些。但是他反正也是有很多的入口来收这个钱，收完钱以后呢，他都会有这种，比如账目公开啊，有审计啊，有这套东西来告诉你说，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基金，我们要主要拿这个钱去干什么，它要公开透明的啊，这块还是要去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运作方式，在国内他说的那个。跟斯坦福大学的还挺像，因为看的比较多关于讲硅谷的那些书，是斯坦福大学那些教授就把研究的那些东西，他也有就是说那个，有的是落地是在那儿直接落，然后还有一些呢是直接拿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投资下边的小项目，也有的。像我们以前跑到斯坦福去，也会找斯坦福的这些老的这个毕业生啊，或者有一些教授啊，跟他们聊说你们有什么好的学生啊，然后我们来去投啊，也是会干这种事情，挖人，对，挖人投项目，确实投项目啊，确实投项目啊。对，因为我看前段时间刚看你飞飞的那个自传呀，还有他的一些经历，他就是有一个项目自己出来，比如他去过 Google Cloud 嘛，赚点钱，但是怎么说呢？搞2年又回去了。我告诉你，这些大学教授做公司老板呢，其实成功的很少，基本上没有。CEO 跟大学教授是他妈完全隔行如隔山的两个不同的品种。我从来不建议任何大学教授出来做 CEO，大学教授出来做这个叫 advisor， 就是顾问就够了。挂个名，对，买他一个 title。对。不是只有抽成，而且很多大学教授会把他的专利放在那个基金里。专利值钱因为专利后边使用的这个费用都搁在里啊，这个也有。对，这他反正有一些良好的运作方式。1点了，我们要准备找东西吃饱了，然后要赶快，我要跑下一个点了。好的。你看我们直播了1个小时，有60个人看，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啊。我们会，你看这个后边就会告诉你这是这个什么啊？这是 YouTube 的后台。YouTube。对。好，那么今天八卦到这里啊，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创业者在这儿，但是呢，看来在这里开直播聊天是没毛病。下午我会去东升科技园看看他们那儿的网络怎么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拜拜。再见。结束直播。